了正妻的位置就能高枕无忧吗？你这个生不出种的使女，想抢我的孩子去继名，你做梦！阿郎，杨叔苏逼我自焚，他要夺子杀母啊！冤娘！阿郎负我，贼父害我！冤娘，西宫陪葬，所有人统统给冤娘陪葬！娘娘快离宫吧！西宫那位临终前口口声声说是您害死他的，裴将军已经疯了，他会杀了您的。慌什么？这天下谁不知道他是他的心尖宠？我这个正妻本就是多余。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表哥当年说的果然是对的。裴少，你这种卑贱之人，怎配我华阴杨家的嫡女下嫁于你？你找死！裴少，你如今是称霸中原、威震容颜的大将军，可你是否还记得，初见时，你只是个躲在巷子里跟野狗抢食的苦役？杨公，令爱才貌双全，名满天下，将来定是王侯夫人的命啊！哈哈哈哈！好一副龙骨凤姿。叔苏，此子双目战战，乃是帝王面相。今日为父便将你许配给他。别看了，表哥寄来的第10封劝挫和信我已经烧了。既然父亲看中你，我便陪你搏一个前程。夫人，将军如今贵为一方霸主，3妻4妾本是常事。元娘姑娘与将军青梅竹马，纳为侧室也是为了报恩。您身为贤妻，当大度容忍才是。我被规训了一辈子，为父从命，为夫从德，最后除了贤名一无所有，连死都不能自主。血？怎么会有这么多血？杨家怕你迁怒，早在这酒里下了毒。杨叔苏，我不准你死！太医，快传太医！裴少，你这种卑贱之人，本就不配我下嫁。我重生了。此子人中龙凤，老夫今日便将长女杨树素许配给这裴少。听见没？杨大儒竟然要把第一才女嫁给一个送炭的苦役，真丢死人了。我不嫁！杨大小姐向来最重规矩，今天竟然当众拒婚。树素，婚姻大事岂有你胡闹？还不退下！我不嫁这种曾与狗争食的低贱之人。我还以为杨公看中了哪家麒麟耳，闹了半天，真是个跟狗抢食的苦役。怪不得这一身臭气，隔着屏风都能闻见，真叫人作呕。住口！叔素，你疯了不成？你读的圣贤书都到哪儿去了？竟敢如此出言无杖，刻薄至此，还不快给裴公子道歉！喂，那个抢狗食的，既然小姐嫌你穷，这馒头赏你了，接着。
为什么？裴少，我就是要让你记住这一日，因为前世的我，在吉基宴上，在后来的许多年里，也是感到这样的屈辱和伤心。小姐，您都抄了整整2天了，这手抖成这样，歇歇吧。要是落了冰根可怎么好？停不得，父亲说了，只要我不认错，这训诫就得一直抄下去。小姐，您还没听见前院内动静吗？那贺喜的宾客都快把门槛踩断了。贺喜，他们是贺我吉基，还是贺我杨家得了个龙骨凤姿的苦役女婿？奴婢刚才路过长廊，听见那些宾客议论，说杨公眼光毒辣，他们哪是来喝喜酒的？分明是想瞧瞧那个裴少到底有什么本事，值不值得他们现在就背下厚礼去巴结？巴结一个苦役，真是荒唐！小姐，您在集兵宴上都把话说到那份上了，老爷怎么还是……父亲一生爱惜羽毛，他既然昭告全县要将我下嫁，那这件事便再无更改的余地。在他眼里，婚姻大事向来只由父母做主。杨公慧眼识珠啊，能让您如此看重的年轻人，定是人中龙凤。老夫相人从未出错。此子虽暂处微末，但气象万千，来日方长啊！那些名门望族也是势利，全跟着老爷起哄，就没人想想，小姐您嫁过去要受多少苦？苦，在他们看来，不过是一个女子罢了，嫁就嫁了。若真如父亲所言，能嫁出一个未来的王侯，对杨家，对这些想投机的宾客来说，何尝不是一桩稳赚不赔的好买卖？小姐，您真的认命了吗？我对此局面早有预料，并不意外。小姐，老奴奉老爷之命，再来贬拨贬拨你。你在集金宴上的言行，实在是……教习有话直说，父亲又让您带什么规矩过来了？老爷那是为您好。裴公子虽然现在身份落魄，只是个苦役，但杨老大人的学问您是知道的。普天之下，谁不称他一声大儒？老大人看中的龙凤之姿，岂会有假？若你现在嫁过去，他将来发达了，定能不比那些富贵出身的公子差。哪怕是江东那位名冠天下的苏世子，假以时日，说不定也要避裴公子的锋芒。苏世子那是天上的人物，裴少他能比？小姐，您得往长远了看，到时候您就是裴公子的患难发妻，这情分岂不比以后当个县城的主母更深厚？这在史书上那也是要传为一桩美谈佳话的呀。他算哪门子的公子？小姐，您这是什么眼神？教习，你口中的佳话是要我脱掉锦衣去劈柴养鸡，是要我这双手生满硬茧去换洗衣物，还是要我忍受几年的贫苦，去赌一个王侯将相的怜悯？这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那你又知不知道，凡能成王侯者，大多冷心冷情。纵然是患难发妻，只要爱了路，他们转瞬也能下令杀死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小姐慎言，这都是哪儿来的疯话？教习，不必废话了。那小姐的意思是认命了？你告诉父亲，我要裴少答应我3个条件，只要他做到了，我就心甘情愿的嫁。好，老奴这就去禀报老爷，只要肯嫁，什么条件都好说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被杨家裹挟，我想为自己活一次，让裴少和杨家亏欠我的，都还给我。你是贤后，理应大度。元娘进宫之时，你若再敢阻拦，便是自毁贤名。臣妾遵旨。小姐，老爷派人传话说裴少已经到了，在亭林里候着。小姐，这都3个时辰了，那裴少在雪地里站得跟个冰雕似的，咱还不出去吗3个时辰而已，前世我为他等了一辈子，
如今让他等半天，算什么？小姐，您说什么？什么前世？没什么，走吧，去见见那位龙凤之姿。动作快点！没见小姐过来了吗？怎么，裴公子不进来避避雪？裴少不敢。怪不得我在吉基宴上那样羞辱你，你都能咬牙认下这门亲事。离了杨家，你这辈子都别想摆脱这卑贱的身份。裴少，你知道我为何松口愿意嫁你了吗？裴少不知。你虽低贱，却生了一副好面容。等当你是过活不下去，想要入赘杨家，可我还是要你应我3个要求。第一个，我出身富贵，吃不得苦，我要你带着300金来求娶我。300金对一个苦役来说，无异于天文数字。第二，我听闻你有一青梅，不知他日你若发迹，是否会另娶呢？第3个要求呢？第3个要求，我要你腊日那天为我摘一束西山的雪顶红梅。为什么这笑容竟如此熟悉，仿佛已经见过无数次？好，哈哈哈哈！300金，这丫头嘴上说不嫁，开出的价码倒是试金石。老爷，如今乱世，普通人糊口都难，让一个寒门苦役赚300金，这不是诚心要他的命吗？万一裴公子撑不住跑了，他若跑了，便不配老夫说他有龙凤之姿，让他去闯去磨。他若真赚不来，等婚期到了，老夫自会暗中替他垫上这笔钱。是，老夫看中的人绝不会错。小姐，您快别话了，老奴这心里实在七上八下的。奶娘，有什么话就直说，憋着伤身。小姐，您还没成婚就这样搓磨他，老奴是过来人，最懂男人的心思。那裴公子现在是落魄，可万一他将来真如老爷所言发达了，定会因为这300金的事耿耿于怀，到时候他必定会苛待于你啊。奶娘，您觉得我若是待他温顺如水，他就会记我的好吗？那是自然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您全心全意待他，他总能看见。不，奶娘，有些人的心是铁石做的，不论你对他再好，他也绝不会记得。这是我所有的嫁妆，拿去换军粮吧。裴少，我信你能赢。我曾全心全意想跟他过日子，10年，我为他操持家务，为他笼络部将，甚至把命都添进了他的大业里。可到头来，我看清了他的品行。小姐，您在说什么10年？奶娘，我只是明白了一件事，是他不配，不配我倾心相助，更不配我嫁给他。我要他赚那300金，就是想看他如何为了这点臭钱，像条野狗一样狼狈辗转。若不看他受尽凌辱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回小姐，消息散出去了吗？都照您的，借着夫人生前的原脉，华阴县的大商户小作坊，老奴都打过招呼了。凡是裴少去求职，不但没人会给他半点便利，还会让他寸步难行。小姐真是神机妙算，那裴少这2日连个搬运的活计都找不着，别说300金了，他连个铜钱都赚不到，现在怕是连吃饱饭都成问题。不够，他那间破草屋若是再塌了，才叫真正的无处可归。小姐放心，老奴早已派人动了手脚，加之昨夜那场彻夜侵袭的大雪，此刻那草屋怕是已经成了废墟。各位，今日这位上场的可是杨大厨亲自看中的龙凤之姿裴少。
为了回馈各位，本场生死棋各一加码，只要他赢一场得1金，死在场上生死自负。什么龙凤之姿，分明就是被大猫戏耍的耗子！快咬断他的脖子！裴少，这种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滋味，前世我也受过无数次。小姐，裴公子快被咬死了，他可是杨公看中的人，若真死在这儿，咱们怎么交代？死？怎么可能？娘娘，西宫娘娘产下了皇长子，陛下龙颜大悦，已经下旨封她为贵妃。赏赐的东西摊满了西宫的院子。那这满朝文物，怕不是要废掉我？阿郎，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像你。有些人坐着那尊位又如何？到底是个生不出蛋的使女。若非为了稳住杨家，朕早已废了他。陛下，杨家势大，皇后虽贤德，但五子终是硬伤。如今皇长子已生，为了社稷稳固，不如改立西宫为后。杨树素占着正妻的位置太久了，若非为了稳住杨家，朕早已废了他。既然元娘有了孩子，就把孩子抱给杨术士养着，等孩子立了储，他也没用了。娘娘，您不能再睡了。家里收到了风声，陛下为了给西宫开路，恐怕这几日就要对您和杨家下死手了。这是老爷连夜送进宫的，容貌绝佳，您得赶紧让他们顾宠，哪怕分一点陛下的心也好。咱们杨家全族的命都悬在您手里啊！顾宠，他裴寿哪日想杀我，不过是一句话的事。这是我吗？命大才好继续还债。听说了吗？那下面拼命的可是杨大厨亲自选的女婿。杨家女素来有宽容贤淑的名声，谁能想到背地里这么狠心？非要逼未婚夫赚够300金才肯下嫁。可不是嘛！刚刚若非那小子机敏，早死在虎口下了。要我说，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她一个深闺女子懂什么？简直是目无尊长，蛇蝎心肠。就是这种女子，即便进了门，也是家宅不宁的祸。300金就能求娶到母家曾出过2任皇后的杨氏嫡女杨树素。你们倒是说说看，究竟是谁占了便宜，又是谁受了委屈？依我看，这天底下恐怕只有江东苏世子那样的人中龙凤，才能勉强与杨小姐相配吧。其余的也不过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苏世子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拿稳了，这可是你拿命换来的。
见到，还特意挑了最整洁的衣裳。裴公子，小姐托我带个东西给你。小姐还交代了一句话：君下次与兽相搏，以于众人时，勿忘戴此面具，因为小姐嫌丢人。杨叔叔，我知道你厌弃我身份低微，觉得我配不上你。可是出身，谁能决定自己的出身？假以时日，我未必会比那些靠祖上掩护的高粱子弟差。等我日后封侯成中鼎万家，你才肯将我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，是也不是？不是。小姐，刚才那位裴公子虽然出身微贱，但听他那番话，倒像是个有志气的。您对他是不是真的太苛刻了些？门第贵贱，并非人意可以操控。若能选，谁不愿生在锦绣堆里？我不厌弃他的出身，我厌弃的是他这颗本性卑劣的心。我妻姬的夫婿是艰难时携手并进，是他待我如我待他。可有些人，你待他再好，于他而言，你初时是登云梯，后来便是随时可弃的棋子。他这辈子注定是要辜负人的。杨叔叔，那你究竟为何要独独苛待于我？小姐，裴公子在后面喊得厉害，要不要？不必。裴少，你错了，我不只会苛待你，我还要让你去死。杨老大人，这大雪连封半月，县里牲畜死伤过半，百姓怨声载道。下官已经第3次登门请教了，您乃当朝大儒，通晓天文地理，这雪究竟何时能停啊？这乾坤变幻莫测，此乃天灾。老夫推演再三，尚瞧不出这天机呀。明日大雪必细。杨公，令爱真是会说笑，连你这博学大儒都推不出，她一个小女子要在这断起天命来，真是荒唐！恕肃，不可无礼。这等军国大事，岂是你一个闺阁女子能乱讲的？退下！停了，竟然真的停了！杨大小姐，真乃神人也！县城大人，天虽晴，灾未除。我已将自己一半的嫁妆变现换粮，即日起在此施粥。杨大小姐真是活菩萨啊！火候如此控制，泥浆中掺入这一成草灰，烧出的砖瓦不仅省一半料，硬度还翻倍。按大小姐的法子，这产量当真能翻上一番啊！一介女流妄谈经史，简直是有辱斯文。杨小姐高论，让老府羞愧囊山。即日起，书院不仅要收杨小姐的古籍，明年开春准许全县适龄女徒入本校，随尔等一同修习。听说了吗？这几次预测天号，那杨老大儒都看走了眼，倒是他那位长女句句都准。嘿，要我看啊，那什么中原大儒的名声，恐怕大半都是虚的。确实，论起治世之学，这杨公恐怕连他女儿的一半都不如喽。杨老大人的眼光真是老了，那个叫裴少的苦役，连个铜板都赚不着，还极贵之下。是，咱们杨大小姐那是何等的才华，
不仅能断天下，还能帮砖窑改良，这样多才多艺，怎能配给那个一文不值的苦役？杨公的脸都被打肿了。那杨公之前还说裴少有极贵之相，现在呢？你老实交代，烧砖、天象、治学，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些东西？你不过区区一个闺阁女子，怎么可能会这些？父亲博学，女儿家学渊源，不出几分皮毛又有何难？前世裴少在外打江山，我在宫中执掌中顾，我会的东西，并不比这世间任何一个男子少。谢谢活菩萨。小姐，那裴公子又在远处看了半晌了，还是不敢走近。不必管他，继续施粥。小心烫，拿稳了。大小姐恕罪，孩子饿晕了，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求大小姐别怪罪。无碍，多吃点。裴公子，你这是？杨小姐，婚约之事就此作废吧。我最近总是在做一个梦，梦里我早已有了妻子，所以这一世我不能和你成婚。梦里的她也出自世家大族，可她从未嫌弃过我的出身，她陪我吃尽了苦头，同我共患难。若非她在背后的成全，我恐怕一生都难成大器。这些日子，我拼了命在斗兽场赚那300金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了等我找到她的时候，不让她再过梦里那种苦日子。她是这世间最好的女子，她一定还在某个地方等我。我裴少不能辜负她。裴少，世人皆以为梦是预兆，可只有我知道，你的梦不是将来，而是我们血淋淋的过去。既然如此情深，那你知道他的名字吗？夫君，夫君，该喝药了。放着我来，你何苦做这些？画，整日就知道画这些没用的。这一张纸抵得过我做半月苦力，你这是在糟践钱财。君不见长松卧鹤困风霜，时来毅力浮明堂。夫君，你是有大志向的人，一时的落魄算不了什么。心好痛，为什么一想起那个女子的身影，心会像被剖开一样痛？她一定在等我，我一定要活下去。不管她是谁，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，我要找到她，弥补她。我绝不能让她活到记起一切的那天。裴少，你既然要退婚去寻那个梦中人，我不拦你，甚至我还可以动用杨家的力量帮你找。但在此之前，你得履行当日定下的第3个承诺。小姐请讲。今日腊日，我要你现在就去西山，为我摘一束最红的雪顶红梅。好，只要摘回红梅，
小姐真能帮我寻他？自然。小姐，这天眼看着要黑了，裴公子还没回来，咱们在这儿等谁呢？等一个本不该在这里丧命的贵客。何人在此设帐，胆敢拦苏世子的驾？苏世子，此路不可行。再过1刻钟，西山必有雪崩，想活命就停下。一派胡言！这天色虽然阴沉，但风平浪静，哪里来的雪崩？我家世子有要事进山，若是耽误了时辰，你这小女子担待得起吗？听说了吗？腊日那天西山大雪崩，那窝闹了3年的山匪，300多个人全被埋在里头了。真是老天开眼啊！死得好，华阴人人拍手称快。不过我也听说，那天有个南边来的贵人也遭了殃。我也听闻了，说是那贵人的亲信拼了命护主，全部丧生在雪底下了。那位贵人虽然侥幸逃出一条命，却在雪堆里埋得太久，落下一辈子的寒疾，听说活不过30，短命得很呐。那人正是苏世子，他面容枯槁，眉宇间尽是散不去的阴寒之气，这便是那人尽皆知的寒鼻之症。前世他为裴少宿敌，经才绝艳，却终因这寒疾早亡，让裴少少了一个最大的威胁。前世的惨剧，这一世绝不能再重演。撤！多谢。前世裴少起兵后，我被敌军围困，是他拼死入阵救我一命。重生一世，有仇报仇，有恩报恩。苏苍，我还你一生不受寒疾浸扰之苦。杨叔素，300斤，要少了。若要娶你，3000斤一座城都不够。快看，将军颁布第1条诏令了，竟然是悬赏寻人。凡能提供元阳线索者，赏金300斤，赏300斤。夫人，将军刚打下第1座城，粮草还紧巴着，竟拿300斤去寻一个玩伴，这置您的颜面于何地？既然是将军的救命恩人，寻他也是应当的。将军，您才入主此城，基业不稳，这般大张旗鼓寻一个女子，万一传到华阴杨家耳朵里，得罪了杨老大人，咱们后续的粮草可就断了。元娘与我有恩，我是一定要找到她的。杨家那边，我会亲手写信打个招呼。世间男人3妻4妾本是常事，杨公会理解的。那夫人那边呢？她陪您这5年受了多少苦？您这么做，怕是会伤了夫人的心。杨叔素那边不必管，若非渴求功业，需要杨家的势力助我成事，我根本不会娶的。父亲为了名声将我许给苦役，裴少为了权势取我利用，他们都一样的轻视我，莫看作践我的命运。没关系，我年幼时的志向也并非在后宅之中。将军，还是没有元娘姑娘的消息，这方圆百里都搜遍了，继续搜，掘地3尺也要把她找出来。谁能提供线索，赏金翻倍。殿下，将军在外面争的是天下，我在这城里想给女人争条活路。你想设女学，教他们纺织，那些顽固的族老恐怕会跳出来反对。在这乱世，谁有口粮谁就是王。只要他们学会了纺织自养，便不必依附男人摇旗乞邻。夫人，
多亏了您，我卖了这匹布，家里娃儿才有冬衣穿。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生个丫头舔子，只会浪费米粮，不溺死留着做什么？从今日起，立法治罪逆杀女婴者，你敢动他分毫，我便让你去前线充当敢死族。元娘与我有重恩，即日起封为元夫人，地位等同正室。多谢阿郎，也多谢姐姐海涵。娘娘，这可是杨家不外传的珍藏医书，连《伤寒杂病传》的孤本都在这儿。您真的要？这世道病了，裴少宠他的心头肉，我便救这天下的苦命人。我将族中秘密珍藏的医书，包括《伤寒杂病论》一概拿出，抄录给天下人。然而我的命运终究如平草，不知哪日就会被水冲折。这都第3天了，裴少那个疯子打下了中原半壁江山，连3座城池都舍不得还他夫人的命。将军，裴少回信了，裴少回信了。好一个中原霸主！他说想要那3座城，痴心妄想。至于这女子，你们爱杀便杀，一个只会绣花的杨家嫡女，这多的是。哈哈哈哈！既然他不在乎，那就把这女人的头砍下来，送去给他当贺礼。行行。诸位，本世子恰好路过，见这姑娘命不该绝，不知将军可否卖我个面子？苏苍，江东苏世子，你竟敢只身闯我大营！只身又如何？我想带走的人，还没人拦得住。苏世子，你我分属敌对，为何要冒死救我？路见不平罢了。谢谢你。裴少并非良人，我是裴少的妻子。表哥，救我，带我走。世子，这位夫人烧得厉害，切莫留她一人在屋内。我守着，等她退烧再走。世子，裴少派来接夫人的牵兵已到驿站门口了，态度强硬，说要立刻接夫人回营。让他等着，就说杨素素还没咽气，本世子不放人，谁敢硬闯？夫人总算醒了，您昨晚烧得糊涂，一直拉着苏世子喊表哥，世子守了您大半夜。我竟如此失礼，苏世子见笑了。我那表哥远在江东，与我母族早已断了联系。我在这世上本就没人关心的。没人关心？杨叔素，你被杨公和裴少骗了太久，真觉得自己是弃女吗？世子这话何意？我父亲说，外祖江家嫌弃杨家势威，早已不愿认我这个外孙女。嫌弃？你表哥江将军为了救你，在徐州战场上与裴少的部将死磕，如今还因战重伤在床，不能亲自前来。表哥他重伤？不止你表哥，你外祖母为了你，这些年派往华阴的信犯不下100封，派出的沁使更是一波接一波。可我一封信，一个人都没见过。那是因为信件和人全部被杨家和裴少拦下了。杨公怕你回了江家，他便没了笼络裴少的筹码；裴少怕你有了依靠，便不能像现在这样随意搓磨你。他们竟敢如此！当年杨家执意要把你许配给苦玉裴少，你外祖母第一个不同意，气到卧床不起。当年他们让我来杨家接你回江东，然而我当年在途中出了意外，失诺了，让你在那破草屋里熬了5年，终究是我对你不忠，对不起。无碍，老毛病。杨叔素，
你外祖母特意交代，让我这次见到你，问你一句，你想不想去江东？我去不了。报！裴将军已率主力攻入徐州，江东防线全面崩溃。苏世子，你听到了吗？裴少在攻打江东，为了夺下徐州，他刚才差点亲手杀了我表哥，那是我的至亲，天下人都知道我是他裴少的妻子。我若去了，总该如何面对满身血债的表哥？我这辈子都无颜踏上江东半步。崩了，整座山头都塌了。小姐，裴公子被埋在那下面，怕是连全尸都找不到了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小姐，这血还没定，现在上去太危险了。这么大的规模，神仙也难活。要不咱们等血稳了再……现在就去搜。裴少，前世我陪你5年，见过你无数次死里逃生。我父亲说你是天命之人，说你龙章凤姿，总能逢凶化吉。我倒要看看这一次你那个所谓的天命，还能不能在必死的局里再给你变出一扇生门。小姐，方圆10里能挖的地方都挖遍了，除了碎石烂木头，连片布衣角都没瞧见。这雪下面全是空的，怕是早被卷进山涧里去了。神仙下凡也留不下全尸。小姐，别搜了吧。再加一队人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哪怕他侥幸没死，我也要亲自送他一程。混账！你竟然真敢害死他！那可是你父亲看中的乾隆，是未来的王侯。你为了摘几朵破花，就把杨家的前程给断送了。孽女，你知不知道你害死的是谁？那是一条龙命！你这是要把杨家推进火坑啊！这种大逆不道的女子，若不严惩，何以向县里交代？带下去！什么时候抄完100遍女德训诫？什么时候准她出来？走。前世我跪在这儿，是为了祈求父亲的原谅。今生我跪在这儿，是为了看这杨家的天是怎么塌下来的。诸位，诸位，我家大人身体不适，大小姐正在闭门静思，实在不见客啊！闭门静思！老夫那本古籍上的残篇还没请教杨大小姐，谁准她去静思的？让开！本官是来请杨小姐去县衙推演天象的。如今天虽晴了，但百姓的补救之法全在杨小姐脑子里，耽误了农师，你一个管事担待得起吗？我们要见杨大小姐，我们要见大小姐的救命之舟。听闻杨小姐通晓烧砖制铁之术，我等远道而来，杨家竟将如此才女藏着掖着，是何道理？老爷，拦不住了！县城大人和县学的老先生都快把门槛踩断了。淑宇啊，这抄的也差不多了，赶紧起来，外面贵客都等着呢。既然大家如此抬举你，你就出去见见，别跪着了。杨家的体面重要。父亲，族规大过天，女儿杀害未婚夫，罪孽深重。这训诫还没抄够，岂敢轻易踏出这祠堂半步？你这是在要挟为父？女儿不敢，只是觉得既然杨家讲究名声，那就该把这名声讲究到底。杨素素，你休要过分了！你看看外面，县衙的人、书院的人都在看我杨家的笑话，你这是要逼死为父吗？父亲怕的不是女儿不出门，是怕您苦心经营的大儒名声坏在这一扇门后吧。诸位请看，此子虽身份卑微，却有龙章凤姿。老夫今日便将嫡长女许配于他，以正老夫相古之术。父亲，他只是个送炭的苦役，您怎能……住口！能成就赴旷世识人之能，便是你身为杨家女最大的用处。你身为女子，本就该为家族牺牲。我杨家锦衣玉食供养你长大，不是让你在婚姻大事上讨价还价的。只要裴少日后成名，为父便是天下第一伯乐，你的委屈算得了什么？婚姻大事本就是父母之命，
为父帮你选了一命相贵不可言的夫婿，将来你也会跟着贵不可言。你非但不听，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顶撞，甚至害死了我为你选的夫婿，那是一条人命。你身为女子，本应该相夫教子，却日日露面人前，毫无女德。如今不思悔过，还伙同外人一起胁逼于杨家，究竟是谁将你锦衣玉食的供养长大？你就这样让杨家蒙羞吗？父亲，生养之恩，我前世今生当牛做马，任凭摆布，早就已经报过了。从今日起，我不欠你们的。逆女，你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这种丧心病狂的话！你身上流着杨家的米，吃着拿什么报？这杨大小姐今日是怎么了？平日里温婉贤淑，今日就要当众断亲。杨公一生清明，怕是要毁于一旦喽。江东苏世子，他怎么会为华阴？原来是苍儿到了。你我两家多年未见，你这孩子竟长得这般出洋了。快入府叙旧。恕俗，还不快过来见过你表哥？入府就不必了。杨公，我今日来是受人之托。徐州江将军，也就是你那位大外甥，托我转交一封急信给你。我这大外甥如今在江东统领万军，虽是武职，却也心系家族，这定是写信来问候老夫了。杨公先别忙着高兴，江将军说了，这信得当众读出来才显诚意。当众读？杨公，你个老糊涂的东西！竟敢将我千尊万贵的表妹许配给一介下贱跟狗抢食的苦役也！后面还有一句，听清了，你这般看重此人，为何不干脆自己嫁了，反倒要作践我家庶玉？自己嫁了！哎呦，江将军这话说的山没啊！哎呦，大主的名声是被我这一巴掌扇没了。表哥，果然还是前世那个脾气。你说什么？怎敢将我千尊万贵的表妹许配给一介下贱跟狗抢食的苦役也？天爷，这江将军真敢写！大卢被骂老糊涂了，精彩，真精彩！你这般看重此人，觉得自己识人有术，怎么你自己不嫁，反倒要作践我家庶语？狂悖之徒！苏世子，你竟敢当众折辱长辈，这信定是你伪造的！哼，伪造？这上面的徐州将军大印是假的，这力透纸币的骂声是假的。杨公，你为了那点虚名，把女儿推入火坑。江将军没带兵铲平你这杨府，已是看在枉死去的姑母面上。狂悖，简直目无尊长！不知哪里钻出来的野种，竟敢假传书信，折辱朝廷命官！来人，我拿下！把这狂徒给我乱棍打死！苏世子在此，谁敢动？苏世子，难道是那个江东苏苍，苏王长子？传闻他10岁便在万军丛中取将首级，一人可当10万兵。杨公何必动气？方才那封信不过是江将军的一点心里话，这第2份才是正事。
杨小姐的外父江氏听闻杨家这些年为了攀附裴帅，竟然如此糟践他们的外孙女。江老夫人有令，杨家既已糊涂至此，江家亦不屑于此等德行之家为因。今日老身托苏世子接外孙女回江东，即日起改姓从母，从此归为江家的女儿，与杨氏再无瓜葛。改姓？他生是我杨家人。现在不是了。只是不知杨小姐你是否愿意改姓为江，随我回江东生活，去你真正的亲人身边。苏苍，你这不仅是羞辱老夫，你这是要断我杨家香火，毁我族中纲法。只要你还是杨家的女儿，这门婚事你就必须应下。你既是我裴少的贤内助，杨家那边的缺漏，你理应去填。只要我还姓杨，无论我如何反抗，都会被这孝道二字死死拖进泥潭，为杨家粉饰太平。恕俗！你还不快给苏世子赔礼，滚回府中去！别听这黄口小子胡言乱语，宗族血脉岂是你说断就能断的？江友他们这是养虎乱兰。江姑娘，你愿意吗？叔苏，你当真要在这列祖列宗面前断了这100年的血脉情分？你可知这一笔画下去，你生无母家遮阴，死无入土宗祠，你将成为这世间最可悲的孤魂野鬼。前世在那草屋里缝补换衣的时候，女儿便已经是孤魂野鬼了。这杨家的遮阴，遮的是您自己的仕途名貌；这杨家的血脉，流的是女儿的累累伤痕。今日这一笔，我亲手来还。杨公，既然是改姓从母，那便是江家的家事，诸位还是安分些好，莫要脏了苏某的剑。自此之后，华阴杨氏再无嫡长女，江东江家天意孤女。这杨家的晦气味太重，憋坏了吧？是啊，这口气我等了2世才吐出来。大小姐，不，江姑娘，这可是杨家5代人的心血呀，是老爷命根子里的命根子。您把这些东西给这些穷学生抄了去，杨家以后靠什么立足啊？立足？靠这些锁在柜子里长毛的纸，还是靠门外那些读不到书，只能去当苦役的学子？胡伯，这不是在毁杨家，这是在救天下读书人的命。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这些兵书水陆农臧之学是你该看的吗？给老夫滚去绣花！圣贤之书，唯有德者居之。你一介白丁，看这些只会心生杂念，回去种地吧。江姑娘这手釜底抽琴玩得漂亮。杨公那些所谓的经世之才，若是没了这些孤本撑腰，怕是连街头的说书先生都不如。住手！统统住手！谁准你们碰老夫的书？父亲，别来无恙。逆女，你这是在绝我杨家的根！你把这些东西送出去，天下还有谁会敬我杨家？谁还会称我为大主？原来您也知道，您的大儒名声是靠垄断这些书换来的。大家看好了，这里写着如何饮水、如何嫁接、如何治皇，这些本该救千万百姓于水火的学问，被这位中原大儒锁了整整50年。你懂什么？圣贤之学岂能落入贩夫走卒之手？那是对先祖的亵渎。亵渎？藏而不教，见死不救，才是对学问最大的亵渎。
这是考功记的失传篇章，我居然能亲眼看到。杨家居然把这个拿出来了，不是江姑娘拿出来的。她说：“天下之书，当供天下人共读。”晨光献道，全城读书。杨大人，从今天起，您的学问不值钱了。杨公，没了书，您就只剩下那个极贵之相的死鬼女婿了。慢用。杨叔苏，我并非真的想要杀你，在那大火烧起来的时候，我只是气疯了，我以为是你，我以为真的是你害了他，并非真的想杀。裴少，你那把指着我不止一次的剑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元娘的孩子没了，杨树苏，你身为皇后，却容不下一个妾室的孩子，你简直蛇蝎心肠。那孩子本就体弱，太医说是先天不足，你却非要怪在我头上。你是杨大叔的女儿，你博学，你睿智，你在这后宫里翻云覆雨，朕怎么知道是不是你下了药？朕告诉你，若元娘有个万一，真要你整个杨家陪葬。10年婚姻，杨小姐，我知道你对我好。那时候刚定亲，你脱下锦衣华服，跟着我住在那漏雨的草屋。你那双弹琴的手，为了给我洗衣把上，冻得全是妆。那时候我一边想，女子本就是要为夫君做这些的。你杨树素生来高贵，能为我这个苦役洗手做羹汤，那是你的本分。可我心里总是不得意，总是不甘心。凭什么你站在我身边，永远都是一副大陆嫡女高不可攀的样子？凭什么我无论立了多少战功，在你面前好像还是那个宋太的苦役？所以，你就去找元娘。是，我找到了元娘，我封她为夫人，我偏宠她，我让她在宫里骑在你头上作威作福。我名义上说那是报恩，其实我只是想要找一个地位比你卑贱100倍的女人，看着她在你面前耀武扬威，看着你这位高门才女也不得不低头忍让，我才觉得畅意，我才觉得我裴少是真的赢了你。裴少，你真是烂到了骨子里。你死后，我坐在那冰冷的龙椅上，看着满宫的寂静，我才知道，杨叔素，我这点不甘心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从始至终都知道，我裴少根本配不上你。我也谢了，哪怕我为侯为王，也终究配不上你。原来真的是你。裴少，不要怕，有我在。等我发迹，我定要寻到这位贵女，哪怕倾尽所有也要补偿她。初时做梦，梦里有个女子对我那般温柔，我想着我这辈子受了这么多苦，唯有那个梦里的影子给了我一分暖，所以我退了婚。我千方百计想摆脱你，去寻她。听见了吗？他退你的婚是为了去寻找前世的你。裴将军这颗心倒是绕得够远的。直到西山雪崩，在那铺天盖地的白雪压下来的一瞬间，我想起了她的名字，杨树素。梦里那个温柔到了骨子里的闺女叫杨树素。元娘，是你逼死他的，杨树素，朕要你全家给元娘陪葬。是我活该，原来是我亲手杀了那个我找了一辈子的梦。裴少，你找到他了。裴将军，人既然找着了，债也就该清了。
江东路远，咱们就不陪你在这雪地里叙旧了。杨叔叔，终究是我对你不忠，你本不该嫁给我的。江姑娘，这是俺家最后的一篮子红薯，您在路上吃。江姑娘，多亏了您的烧砖房子，您在路上吃，俺们全村今年都有新房住了。江姐姐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也要去江东找你，我也要读书。杨叔叔，你看看我，你再看我一眼。江小姐，华阴县百余里雪灾，全赖小姐推演天象，施粥济民，华阴百姓永志不忘。江姑娘，咱们这后车都要歇8了，这华阴百姓比江东人还热情呢。看来咱们得走快些了，若是再待下去，这华阴县的百姓怕是要修个生祠把你供起来，我就接不走人了。苏世子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什么？百姓的欢呼？不，我听到了一个旧梦碎掉的声音。行前忙乱，这封信一直没寻到合适的机会给你。这是你外祖母江老夫人给你的手信。素儿无孙，华阴路远，人心险恶，我已托苍儿亲去接你。所以，你来到华阴并非巧合。本少子若只是路过，何必带那么多豪奴美婢？何必带上江东最好的医者？江老夫人求到我父亲头上时，我就在想，究竟是哪个姑娘能让那位倔老太太哭坏了眼睛？世子，雪崩了，快走！前世你也是为了接我，才在西山遇了难，落下一身的寒疾，是不是？这一世，我总算跑赢了那场大雪，也总算接到了。苏苍，你看，雪化了，